一片荒凉的原野上，一群孩子疯了似的追一只狗，只因这只狗是日军的军犬。他们手持棍棒，牵着田园犬，却跑不过4条腿的军犬。大个子八路见状，直接端起枪，一梭子将这个畜生打倒在地。夕阳下，一名老农在看日军的瞭望塔，只要是日本人留下的东西，都令中国军民恨之入骨。这是发生于日本投降后的场景。有的日军投降后被遣送回国，这伙日军不肯投降，跪在地上，头上被浇上汽油。军官将信鸽放飞后，随后一把火将士兵们烧为灰烬。而在夜色中，几名八路正在挖坑，匆忙掩埋战友们的尸体，摆脱了日本人的控制。老乡们开始赶着骡子重新耕种这片荒芜的土地。战士们看了很是高兴，可再一回头，却见老乡们四散而逃。战士们见状，迎面跑过去，在地里发现了一颗地雷。大个子和一名战士费了半天劲，终于把这颗地雷挖出扛走，随后在一个空旷的地方引爆。为了犒劳辛苦的战士们，老乡们纷纷献出吃的。来到一个遍地尸体的地方，战士们找寻着牺牲的战友，挖好坑，一个个抬过来安葬。安葬完后，胡子问排长：“日本人的尸体怎么办？”好心的排长叫拿土盖上，大个子却很是不服。他觉得鬼子如此可恶，怎么能让他们死得这么安生？他越想越气，搬起石头砸在土上。押送俘虏的队伍从山谷走过，箱子中堆满了收缴的枪械。老乡们都在山坡上围观，战士们在山坡驻足观看了很久。夕阳下，路过一片小山岗，有个盲人老乡在撒纸，应该是在祭奠死去的亲人。一对穿校服的母子不断痛哭着，看着孤苦伶仃的母子，战士们也想到了自己的家人。胡子的媳妇儿比他小9岁，可惜遭日军迫害上吊了，要是活着，现在也该30了，回去怎么说也要生个孩子。大个子的媳妇儿跳进井里，还被日本人拖上来迫害，所以他恨不得把俘虏都杀了。最能隐忍的还是排长，8年来他全家人都死了，战士们却从未见他哭过。来到山腰上的一座破庙，战士们打算在此休整。一个战士巡视四周，却在庙里拖出来个活的日本兵。日本兵睁开眼注视着战士们，下意识的要拿起枪反抗。排长立马收了他手中的枪，他还不服，试图用脚踢走排长，气得大个子抓起他来，重重的摔在地上。排长倒下水浇醒日本兵，他竟恬不知耻地喝了起来。看到地上的干粮，他突然猛起，拾起干粮就啃了起来。一个踉跄从楼梯上滚了下去，排长叫人扶起来，帮他咽下干粮。问他问题，他却还是不肯回答。这时，一名战士说：“你们的天皇都投降了。”听到投降的消息，日本兵大为震惊，竟坐起身子抽泣起来。随后，他用蹩脚的中文向战士们讨要粮食。他说他叫田中，他们的部队还有32人，是弹药仓库的守军，现在与外面联系断了，求排长过去救救他们。排长一听，对这伙日军没兴趣，对仓库的弹药倒是很有兴趣，于是叫这名日本兵带路。大个子嫌日本兵跑得慢，一下子背起了日本兵，走过即将坍塌的木桥，朝着山谷的更深处前进。顺着铁路看到了前方的一个洞口，在这个漆黑狭小的山洞内，32名日本兵屯聚在这里，只有一个天窗照进微弱的光。发现了这伙日军的聚集地，战士们立刻进入戒备状态。这时，田中开始朝山洞呼唤：“太小的喽，太小的喽！自分は田中武雄であります。”声音在山谷中回荡，山洞里却没有任何反应。大个子按捺不住要上去看看，却被排长摇头示意。不一会儿，洞口有了动静，洞内的日军架起了机枪。听到外面同伴传来的声音，日军竟然瞄准了他们的同伴。田中声嘶力竭地呼唤着，告诉了同伴日本战败的消息。这时，洞口出来一名日本兵，左手白旗，右手红旗，不知是在示意什么。为了吸引洞内日军出来，几名战士扛着粮食下了山坡。少佐看到包裹中的粮食，终于叫日军出了山洞。这些日军饿得走路摇摇晃晃。胡子清点了一下人数，告诉排长32个人，这些还少一个。一名队长向排长敬礼致意，随后便叫手下上前取粮食。虽然已经饿得不成人形，他们还是谨遵长官的指示，围成一圈坐下，谁也没有贸然向前抢夺。一声令下，日本兵纷纷开动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少佐却还在远远观望，一个士兵吃着竟哭了起来，这让胡子看不下去了，
掏出一块珍藏的腊肉，谁知日本兵递来递去都不肯吃，递到队长那里竟一口吐了出来。这时，在山洞的洞口突然冲出来个衣衫褴褛的女人。见到女人从山洞里冲出来，排长赶紧上前护住女人，掏出枪来和日军对峙。两边谁都不敢轻举妄动。日军知道八路发现这个女人，肯定没他们好果子吃，一溜烟又跑回了山洞。排长赶紧给女人递水，随后女人缓缓地说：“鬼子兵吃了一个中国人。”怪不得他们看到肉就恶心，原来是人肉吃多了。战士们听后个个神情严肃，大个子更是气得朝洞口扫射。一向冷静的排长也坐不住了，揪过田中来进行质问：“32个人，中国人就不是人？你这狗日的，呸！”随后排长让田中再呼叫，让没露脸的少佐出来。田中嗓子都喊哑了，少佐却迟迟不肯露面。战士们只能绑好手榴弹，准备来硬的。急得田中在空中不停比划，僵持不下。排长径直走向前去，要只身和日军谈谈。田中见状也紧跟过去。见到排长的诚意，少佐终于从山洞出来。排长让他把中国人交出来，少佐一摆手，叫出了几名士兵。散去后，地上躺着2个中国孩子，他们满身伤痕，瘦骨嶙峋，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。这时，大个子也跟了过来，看到地上孩子的惨状，气得朝大佐脸上吐口水。随后，大个子背起2个孩子，田中忍不住过去帮忙，却被大佐和同伴视作叛徒。排长让大佐缴械投降，大佐希望给他点时间考虑。排长承诺给他1晚的时间。此时田中的处境最为尴尬，但排长已经抛弃了他只能回到日军阵中。他也清楚被视作叛徒，自己会是什么下场。洞内，少佐正擦拭着军刀，叫人清点了武器数目。这一夜，各种声音嘈杂不断。在一阵急促的枪声过后，田中已经被日军处决。随后，日军互相擦拭着洗澡。一名尚存怜悯的日军给田中擦了擦脸。清晨，洞内传来日军的歌声。歌声过后，他们出动投降。看到气势逼人的战士们，少佐带队缓缓向前走，胡子再次清点起了人数。这次是33个人，少2个。算上已经死去的田中，洞里应该还有1个人。排长让日军把武器放下，日军却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原来少佐虽然带队投降，他却对自己另有打算。他拔出军刀，切腹自尽。看到倒在血泊中的少佐，日军这才卸下枪，跪在地上。山洞内的那名日军企图点燃导火索，炸毁弹药库，恍然间却看到了田中复活的身影。回想起自己犯下的暴行，他精神失控，嘴里不断嘟囔，跑出山洞，撞到墙上，昏死过去。最后，排长走出山洞，烧掉代表日军罪恶的旗帜。随即，弹药库也被引燃，罪恶的弹药库轰然倒塌。而在不远处，排长背着田中的尸体缓缓走来，熏得漆黑的脸对着将士们宛然一笑，代表着最后的使命终于完成。而在烈日余晖下，日军的瞭望塔轰然倒下。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尽的灾难，我们不敢忘，也不能忘。今日之和平，只因祖国之强大。而在中华民族崛起的路上，我辈任重而道远。